典型的强盗逻辑嘛。要放在20年前啊，甚至10几年前，美国科技企业是站在世界之巅的。那个时候他们来中国，至少带着点技术、产品、观点，那有点优越感啊，也正常。他们那个时候一直都是居高临下的啊，讲开放、讲透明、讲国际规则，因为技术优势就在他手里啊，越开放他们越赚钱呢，越透明他们越有掌控感。那个时候的 USCC 啊，虽然他也找茬，但是至少嘛还有点老师审查学生的底气。现在呢，你凭什么呢？啊，底气没了，架子还在是吗？一组数据啊，我们来看一下问题。根据这个 OpenRouter 7月最新的统计，中国大模型在全球市场的调用份额已经达到了 63.5%， 美国仅为 35.5%， 全球调用量的前5名全部都是中国模型啊 ，DeepSeek、智谱啊以及千问。曾经被美国牢牢垄断的 AI 基座，如今中国模型已经占据了2/3的天下了。再看一个更宏观的科技版图啊，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也是一家这个相似的机构，追踪了64项关键技术中，2007年美国还领先60项，中国只领先3项。到2023年，中国已经在57项上面排名第一，美国仅剩7项优势领域。从论文产出到专利申请，从研发投入增速到产业落地速度，中国科技正在全方位的向美国缩小差距，甚至反超，很多领域已经实现了反超。这才是 USCC 时隔7年啊，急着要来中国实地考察的真正原因。他们坐在华盛顿的办公室里啊，看数据，他已经有点不敢相信自己的这个老眼昏花了啊，他需要亲自过来确认一下中国科技到底发展到哪一步了啊，他们的封锁到底还有没有用。可问题是，你带着一直以来对我不公平的制裁者的身份，抱着一种对我摸底的目的，还摆出一副要视察我工作的倨傲的姿态，谁会给你开门呢？以前你有技术代差啊，你站在2楼往我们这儿扔石头，我够不着你，我就只能闷头往上爬。现在我爬上来了，咱们俩站在同一层的平地了，你还想伸头扒我们家窗户，还要我主动拉开窗帘给你看看我卧室里有什么？天底下哪有这种道理呢？他们真的啊，就这个双重标准已经玩到极致了。你查我天经地义，我防你就是不透明。USCC 这件事里面啊，最有意思的其实就是他天天把透明度挂在嘴边，你家的 OpenAI 它都不 open， 还要求中国科技企业公开技术细节，开放供应链信息，好像不公开就是要对全球安全造成威胁了。那反过来呢？美国什么时候对中国企业开放过？华为想在美国正常开展业务，被以国家安全为由全面封杀，连运营商都不能用华为的设备。TikTok 只是一个短视频平台，被国会拉去开了一场又一场的听证会，逼着字节跳动出售股权，理由还是国家安全。中资企业想投资美国科技公司，外国投资委员会啊是他们设置的另一个委员会，可以一票否决，连解释都不用给。美国的科技企业实验室、半导体工厂、AI 训练中心什么时候允许过我们的官方代表团进去参观考察呢？从来也没有。不仅不开放，还层层设防，处处审查。轮到他们自己就变成了我们是来了解情况的，你们拒绝，你们不透明，你们危险啊！合着审查的权利就在美国手里，设防的资格只有美国有。那这是什么规则呢？这就是霸权本身，而且极为的露骨。这是当了太久的世界霸主养出来的，我做什么都天经地义，你做什么都别有用心的条件反射。所以啊，整件事情说起来，想交流也可以，你先把刀子收起来，对吧？中国科技企业从来也不拒绝国际交流，我都是开源的。那恰恰相反，我们比任何人都希望有更公平开放的国际合作环境，但交流的前提是对等，是尊重，而不是带着要给我们写黑名单、写制裁的心态，然后跑来摸我们的底。如果 USCC 真的想了解中国科技发展的真实情况，方法有很多呀，去公开的行业峰会，看企业发布的技术白皮书，读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，参加正常的商业交流活动，这些渠道一直都是敞开的。他偏不，他偏要带着一种审查者的身份，抱着收集制裁证据的目的，还要求你敞开大门啊，公开自己的核心技术，然后去接待他们。被拒绝了还要装受害者啊，到处说我们不开放不透明，那是实在对不起了哈。闭门羹这碗数据点你们不吃也得吃，这不是中国的问题，是你们自己用20年的对抗和制裁亲手关上的门。什么时候把实体清单撤了，把芯片管制松了，把平等交流的诚意拿出来，再来谈开门的事情，不然的话下次来大概率还是同款的数据点啊。这么长的看完了，关注一下吧。